烤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京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明天见客户之前，你们各自提供一份报告给我。他们的关系真是错综复杂，因为绰莹跟梁威都是0分。我感觉你们完全没有合作，就直接3年中没有对方进行磋商谈判。其实我现在的建议是你先跟公司做一个沟通，如果能沟通，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对吗？就是你可能先去跟高管、高层，道个歉之类的。两位留一下，我再跟你说一下，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现在有2个跳单行为，他们都没有分清，只有我分清了。我只要考虑的是法定情形，而不需要考虑约定情形。这个合同是成立且生效的。我都出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中介，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房。我没必要在你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我先行进行抗辩。你都没有提，我现在自己准备这个有意义吗？冷静一点好不好？两位都冷静一点。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研究深度还是可以的。梁同学，别再争了。那你回去再想想吧。他钻到这个牛角尖里面去了。我看到梁威，我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哎，也是这个傻样子。哦，你今天真的穿的比较的休闲。已经下雨了吗？有点小激动。你们昨天又加班了？小小的，小小。几点回去的1点。1点啊？以前自己去见过客户吗？这种形式的，没有，感觉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案子是一个法律援助的案子。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农民工师傅，他跟他的这些劳务的工人产生了一些纠纷，所以你们今天下午其实有不少工作要做，可以先把问题准备一下，看看案例其实判例非常重要多搜一搜。明天我需要你们2个呢，各自做一个会议纪要，案例结束的时候一并呈现给我。好。哇，这个雨真是……这个雨太……哎呀，我们就这么进来吗？可以啊，可以进来吧，反正的话都下雨了，不要紧了。把伞放外面吧。好。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比较唐突这么过来。随便坐。廖师傅您好，我们是晋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知道您的一些情况，然后今天来给您提供法律援助。对，来。廖大哥，我先介绍一下，我叫黄凯，然后这是我的同事。我叫许文婷。然后我们想先看一下您之前签的合同，可以吗？可以啊。好。文婷，我们明天还有一个事情，别忘了，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他的合同？对，我刚刚想那个点也是。可以啊。这个。好。就在枕头底下。枕头下面，重要的压着睡就怕。
好，廖师傅，您现在可以就是能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这整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是4月份签的合同，我是做园林，在儿童公园里面承包了一个小的一个工程，是一个公园是吧？对对对，是。然后的话，那个老板跟我是很好，就说给一个小块的小工程给我做，他说给我赚点钱，就是这样意思。哦，明白明白。就是说我答应他把那个工程做完，就是说的话，他现在不守信，然后的话就经常拖。那您这个就是被拖欠的这个劳务报酬大概是多少呢？就是您这边16万，16万。按照合同的话，他是要做完才给。那您承包的那个工程现在进度是怎样的？进度的话，从5月份开始到今天，只能完成了60%。那之后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吗？他那个工地经常停电。那停电的这个问题是谁负责的？您知道吗？这个问题开始我是问曾老板，我说的话，我这个他一停电，我这里无法开工。他说要向上级汇报。有时他打电话，好就来电，好刚开始干了几分钟又停电。明白，等于说是您向您的那个老板提供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他实际上也没有这个事情也没有解决。对，还没有解决，每天都停电。他现在是停工了，所以的话，他口头的话就要算。我们现在就要把那个停工的那个费用加进去，不可能那个停了工的话不给钱嘛。就是您本来以为就是可能工期是比较短，对，然后现在工期长了，所以您要付农民工的工资就增多了。对。哦。就是整个这个工期，他就一直都没有给过您任何，对吧？给了2万。给了2万了已经。对。他那个是好说歹说才给的，一般的话他停电我们没办法，所以的话下面人又问我要钱，那我就天天打电话磨来磨去才要一点点。对，理解理解。现在的话我走投无路，然后的话别人又对我要钱，我就是说的话是最好寻求律师帮助，把这笔钱直接要回来。毕竟他有家庭啊，也有子女啊，还有老婆要养啊，尽快叫他把那个农民工的钱给我的那些兄弟们，是这样。了解了解，您这边有没有一些类似于劳务这边的资质这种证明？劳务资质，这需要一个许可证哈，就是进行这样工程的一个资质证明。就是我们是出来打工啊，就是说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说以合同为主啊。合同为主，您就是有合同是吧？对。有合同。那您这个老板他也是就是从别人那里就是等于说是承包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是不是？对。律师，我这边还是找到了一个劳务再分包是违法分包行为的一个规定。他的老板是违法的，有可能层层分包转包。那他从对方那里是进行了一个劳务分包合同，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承包我不知道他跟他是什么关系，反正我跟曾老板属于劳务，反正我去了劳动局，又去了那个社区，都是说最好的话你们去调解，他是这样意思。如果是违法的，反而他们的合同可能不受法律保护，有这种可能。也就是说，法律就不会很难保护他这个赔款，对吧？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向您了解一下您老板他这边和他的上一级签的是什么合同呢？就是因为这个劳务合同是不能再分包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您这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说您的老板跟他的上一家签了一个像您这样的劳务分包合同，然后呢他再跟您去签这样的一个劳务分包合同，那您这个合同很有可能就是无效的。其实这个合同上面说的话，我这个是按照合同话是有效。反正我们是私人的话，我去问过了各方面的，他说这个合同是有效。我这是想确定好，劳动局说是有效，可以问老板要。所以话你现在确定好这个是不是真实有效就得了。
我要主要关心就是说这个合同能不能保护我们这个您的这个合法权益。对，是这样子。我们明白，就是我们今天就看了这份合同，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去尽快的给您一个答复，就是关于这个合同有没有有效的问题。我们是完全理解您的这一点，您不用担心。不管这个合同有没有效，然后您还有没有任何法律救济途径的问题，就是从各种渠道，然后去看看能不能给您一些法律的救济。我只能是关心我的合同，跟他上面合同我也不清楚，是这样。那分包给您的那个人的电话，等会儿可以给我们留一个吗？这个电话我们记一下吧。不知道您就是方不方便给那个曾总打电话问问？可以啊，不过的话，我这段时间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可以用我们的打试一下啊，可以啊，看一下。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打不通，找不到人呢。那廖师傅，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打扰您了。然后我们回去也再准备一下，大概明天可能跟您再约一个时间啊，给您做个汇报，好吧？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哎呀，怎么解决不完的难题呀？怎么样？跟你们预期的或者是想象的，会难一点。对，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跟学校很不一样的点。学校基本上就是让你分析这个法律问题。对啊。但是实践其实你是要更多的给对方就是诉讼的。在学校里，所有东西都摊在这儿了。对。在实践中的话，第一你得去挖，第二呢，你很可能挖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这事儿又得往前推，对，你怎么弄呢？我再找找吧，使劲找，希望能找到证据。我等会听一下录音。能跟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好，经过是这样的，我们是4月份签的合同，这份工作真的很烧脑。少问了一个问题，少问了就他老板有没有资质。哦，好像你问到了，但他说他也不知道，就他对他。我问的是他老板往上面签的合同是啥，但是他不知道。好像劳务分包给个人是不合法的，对吧？那这样他有没有资质，好像都不合法耶。反正就是还是主要看资质，我记得看看。好像是。那我们可能主要还是通过他没有资质，然后接受了这个分包，应该怎么救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能联系上曾总。然后去确定签署的合同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合同。
然后我们现在给那个曾总打电话问问吧。来说话的话，我听一下。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摁掉。哎，他没接，他按断了。对。再打一遍不行，用我的打。你好。喂，你好，请问是曾总吗？你哪里？我们是接到那个廖先生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和您进行一个沟通，关于你们之前签订的那个劳务分包合同的一个情况，也想问一下您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继续给他支付这个款项了？因为我现在我自己没结到账，就很简单这道理。您也是从别人那边再转包过来的吗？对呀，我上面反正就我现在了解啊，我应该是第4到第5道了。那想问您一下，就是您签的这个是工程合同还是劳务分包合同？我签的是劳务合同呀，我没有，就是我们这一行就是叫我只包工，我没有包料。那我从我上级的那个张总那边公司签下来的话，也是劳务合同。那您是有相关的资质吗？我有啊。既然老廖这么说了，他也找了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吧？拜拜。有点棘手啊！我要钱没有，包好几层。张总给了曾总，曾总再给廖总，廖总再给。这第4层。就他跟他上面签的也是劳务分包，对他们这个疯狂劳务分包，我劳务下去，太完全违法。关键我感觉他们这样，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那个钱就拿不到了。对啊，这上面的一个环节出问题，底下人都拿不到钱。对。您这边有没有一些劳务这边的资质证明？就是我们是出来打工啊，基本上的话就是说以个人为主。劳务分包给个人是不合法的，对吧？您也是从别人那边再转包过来的吗？我应该是第4到第5道了。现在这个事儿好难搞啊！那我们先想一下办法。我们回去救济途径，除了去法院起诉、和解，我觉得和解没什么用，没戏。他现在诉讼也没法诉讼啊。他现在诉讼也没有法律依据啊。对。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仲裁可以吗？他这种？这个可能也不是劳动仲裁，可能得看一下能不能是普通仲裁，还是劳动仲裁，还是什么。那太难了，层层转包这种，确实不好说。他的确有违法，但是他又太过普遍了。你觉得第3个他这个应对策略是不是就是你写的救济途径是一个意思吗？对，我觉得就是救济途径。救济，我想的也是，一个就是向什么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然后第2个就是诉讼，诉讼可能要写多一些。听完了这一次工地劳动报酬纠纷案，您听完之后觉得这个案件难在哪儿？我觉得最难的是不是人都说不清楚？我听了半天我都没有理顺。刚才看了整个他们去委托人的家里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调查，然后给我的初步印象呢，其实委托人承揽的这个合同啊，第一是层层转包之后，倒了几手才到他手里的。是。另外一个呢，其实他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对外签订的这个合同，本身又不具备相应的资质，那么就提出第一个问题了：我究竟能不能追讨回我的相关费用？
那因为这个合同无效，能不能再主张相关的权利啊？我觉得这是当事人最关心的。第二点啊，我觉得会关心的，我能主张多少？有没有证据去支持？因为当时在案件当中他说了，虽然合同约定是多少多少价款，但是在实际履行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变更，比如说补助费啊，其他的一些约定啊，那对这些主张能不能支持？那第三个我会引发出来的问题，我到底能够向谁主张，以什么途径主张？对，所以我还是蛮期待，就是这两个孩子在后期，在建筑工程领域这边的法条能够进一步的检索，然后寻求最有利于或者能帮助到我们委托人的一个救济途径，还挺期待的。是我感觉委托人现在手上是什么都没有，就那一份合同。那假设万一在接下来进一步了解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分包转包还是由于工程的资质问题，这一套合同无效了的话，这委托人会不会觉得我的律师怎么站到对面去了，有一种情绪上的对抗？我觉得法律上还是兼顾的，会有相应的救济条款。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合同本身无效，还是可以获得补偿价款的。对，然后我很期待这两个孩子在后续能够对当事人有这样的解释，不管如何要帮当事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最大损失的一个挽回。明白了，他们要找到那个依据，对，那个落脚点。万一合同无效，谁来赔？对，怎么赔？赔多少？对，有难度了。是，所以还很期待他们后续的表现。对，我们也期待看黄凯接下来会不会独辟蹊径。好呀。There's 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card. The song that I can sing, but I can try for your heart.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我们有几个衔接要说一下。你就看一下，就是农民工是否可以向承包商主张报酬，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人力海我们改完了。对，改完了，你们看看要不要把文件投屏上去，一会儿好给他讲。您需要再看一眼吗？还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来得及了。没事，你们先给他汇报吧，然后我再跟他补充一下，如果。下个条例，那还需要写一些吗？就结论就是还可以，快那个这一段粘给我，还有你的事实也粘给我。太好了。我感觉他快来了。他俩我还没看出来分给谁，对他们配合的挺好的，他俩特别通力合作呀。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什么 KPI 呀，什么谁走谁留这事儿。等会就我先介绍完，你介绍完之后，然后你有说接下来由你来介绍。我来是合同有效期。廖大哥，您先坐一会儿。您可以先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带您进去，在这坐一下。给您倒杯水。这有水吗？现在？这么早来？相信是我说的。接下来一些部分由。您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我们的会议室。感觉抛出这种杂念，全情投入的时候特别好。这就太好看了，纯粹的力量。这是这边。那你帮忙叫一下人律，我去搞一下投屏。人律，廖师傅来了。哦，好的。好，又辛苦您来一趟。好，对。然后一会儿呢，两位这个实习生会跟您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方案啊，给您介绍一下。那你们准备好就开始。好嘞。现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基础事实，然后等我介绍完之后，我们的实习生会介绍一些我们的意见。我方委托人廖于2023年4月16日与曾在9家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分包范围为的铁艺劳务。委托人组织农民工于2023年5月8日开始施工，
2023年5月29日，施工现场开始出现停电问题，导致委托人工程施工进度完成到60%之后受阻停滞，从8月1号开始停工至今。然后接下来我们实习生先给您出一些分析意见。好的，廖师傅，您最关心的是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吗？我们昨天回来以后就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昨天向您了解到的事实就是去做这个工程，这个施工有没有具备任何的资质？然后您的回答是没有的。然后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其实一直都是不承认将劳务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自然人的这个合法性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91条，建设部发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实施工程分包管理办法》第14条也规定了禁止将承包的工程进行违法的分包。所以说，劳务分包人的行为是一个违法的分包行为，所以会导致您这个劳务分包合同是无效的。再看第二点，就是劳务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的劳务分包合同也是无效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曾总他跟您签订这个劳务分包合同，因为这个再分包也是无效的。但是我觉得，那为什么我都讲不通，为什么是无效呢？这个无效就像刚刚给您讲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它其实是不建议也不鼓励，就是这个劳务分包合同再分包。假如说您现在上面的曾总他签的是一个施工合同，他可以跟您去签订一个劳务分包合同，但是这个前提下您也需要有资质的。我是个农民工，我又不知道啊，又没读多少书。现在你说的话，这个合同是无效了，我现在我无法理解啊。我这样拿去搁的话，他不承认，我怎么办？他觉得他站在对面那一边了。对。我们前面说的合同无效，是因为我们法律上的一些规定，您没有那个资质，包括曾总他分包给您是一个违法的程序，在这程序上，我们这个导致这个合同无效。在我们最开始承包这个工程的建设施工单位，他是有这个义务要给您和您的兄弟去清偿这个工资的。对，你刚才说我跟曾总的合同都无效，那农民工的他没合同的话，他也是无效，那怎么解释？至于我们前面说这个，您的兄弟还可以向分包商去主张工程款项，它跟合同是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说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劳动关系。因为您要提起诉讼之前，您是可以先和分包商，就是您的上一级老板曾某，就是先跟他去联系一下，就先跟他沟通一下，这是第一步。他不同意怎么办？他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去举报投诉。这边是给您提供了一些地址和电话，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可以向分包商，就是曾某他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深圳市人民法院提出一个申请支付令，然后这边有给您列出一些材料，你可以去那边写申请书。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可以走诉讼。他会不会认账？我是个农民工，我又不懂，我是只认定我要钱，是他叫我来，我跟他签合同，我只能问他要。非常非常了解您这种心情。我们现在分析的这个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您真的就要不到这个钱。我们其实是有别的救济途径的。如何去主张这个劳动报酬的金额？第一个就是《民法典》第793条。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然后在这个案件当中，您其实也跟我们反映了，就是您现在施工进度就是已经到达了60%，您其实已经施工了很大一部分了，完成的这一部分去检验一下，您完成的这个部分合不合格，质量是否过关？他这个检验，那个是自己检验，是给开发商检验，还是给我上面的老板检验？因为您这个工程其实有很强的专业性的，一般的法院在审理这种案件的时候，会向发包方让他去申请对于工程的质量进行司法鉴定。如果说合格的话，那么其实您是可以去给您进行一个
折价补偿，可能不是原本的价款，但是至少给那些农民工的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吧？那就好。如果是把那个农民工的钱能要回来，我自己的钱不要都无所谓。其实您知道吗？您不仅可以向曾总他去主张一个承担责任，您还可以代表您的农民工兄弟们向这个总包单位让他去承担责任。是根据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这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所以说法律其实是有规定，如果说比如曾总这边我还挺惊讶的，他们能找到这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这个是能切实有效的帮助到农民工，可以最直接的保护到农民工的利益。如果您从曾总这边没有得到赔偿的话，其实您也可以考虑向总承包单位这边去进行追偿。这样也相通，也可以。然后这个农民工的身份，也就是说，您能帮您的哪些兄弟去要回这个款？这个主要是条例里面第2条，本条例所称的农民工啊，是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农村居民。也就是说，在这个条例里面，它其实更偏向于把农村居民定义为农民工。但是其实，在司法案例当中，城镇居民也是可以成为农民工的。所以这边建议把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这些兄弟们都帮他们去要一个补偿。这可以作为一个普法知识给大家看到这个案例。好多农民工朋友其实都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在司法诉讼当中，您可能也会比较担心的点是，您又不是那些兄弟们，您为什么就是可以替他们去进行诉讼？但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法官就基于这个条例是支持像您这样代表这些兄弟们，然后要求总承包单位进行垫付，所以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为自己的老乡他们要到钱。这才是法律援助、司法救济。他还给予了一些法律知识。太好了。因为您其实所理解的这个合同有效，比如说您会觉得按手印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它各种合同条款，它就这个合同就有效了，这是合同的有效的条件。但其实法律上面还会规定一些合同无效条件，也就是说，有的合同其实满足了前面这些要件，但它会因为一些无效的情形而造成它无效的结果。但是我们找到了法律这个依据，去保障您可以要到这个钱。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获得一个就是满意的结果，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您。对，漂亮。好棒啊！能不能盖2个章啊？啊，对，这组并驾齐驱。好啊，那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就是等于你们的建议就是按照这个程序去做，跟那个老板一起再问上级，跟他们上级去联络。对对对。行，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黄凯，你送一下廖师傅到楼下。好。廖师傅，我陪您下去。好。廖师傅，您眼睛慢走啊。好。好。哎呀，好好呀！盖2个章吧，我觉得盖2个章吧，看得很舒心，结果很舒心。我真心觉得这个节目很好哎，就是我中间也很担心这个农民工啊，或者这个分包的这个人拿不到钱。对。啊，这可能是因为很多时候普法就是他并不很了解法律，但是通过这个节目也好啊，就是如果能够很多农民工的朋友们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法律常识。是的，从而知道拿起法律的手段去保护自己，我觉得其实特别有意义。中间这2个细节非常帮助人，包括最后那几个条例啊，还有民法典具体的一些规定，清晰易懂，非常明确。总包单位先行垫付，再找中间一层一层追偿，几个字哇，一下就说清楚，心里有底。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对，我们让玲玲老师帮我们做出一个您心中想选谁，就是纯粹的现场这个委托人会面谈判的情况来看。我选文婷，我选文婷。我也同意给文婷哎。如果我是代教老师的话，因为我会觉得，其实能够知道他们这个功课是1人1半准备的，但是我会觉得黄凯他更需要的就是表达，就是我觉得我会说要给文婷，就是让黄凯知道，你接下来如果有这样的争取的内容，你要更多的去表达，更多的去表现自己。虽然我无脑支持黄凯，但是为了点灯，我还是觉得文婷。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趣多多职场充能竞猜时刻。
各位，根据刚刚他们见到委托人的表现进行投票，我们觉得在刚才这一组当中，更优秀的是许文婷的，请举手。从心理上我也支持黄凯，对，但是从理智上我还是会觉得选择文婷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次的这个项目，而且我刚才最打动我的就是文婷那一个最后那个一锤定音，让人一下把心放下来了，是他提出来的，而且让任律也非常惊讶。好，全票通过，各位没意见了，我就盖了啊。3、2、1。我们一起来看下段 VCR， 迫不及待了。休停，休息一下，加油啊！来2粒炫迈，真的有背，不爽到！你们还要辩论多久啊？我们根本停不下来。美味持久，酷爽。弟弟讨论一下。好，马上。我先去搞个投屏。讨论是指关于待会儿要见客户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但是我先要开投屏。但我这方面好像不太懂，就没有遇到过。这些我有个笔记，我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理解的一个客户会面是怎么一个样子。哎，好了，我来了。太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平常在读研的时候，学校的怎么教我们要去跟客户会面这些就是我之前一些笔记。哇，英文版的。也就是跟客户面试的时候的一些 assessment 的 criteria，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的其实不是我们内容，而是主要是看那个客户对我们是否满意，所以印象是很重要。我们首先是要跟他们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可以让他们放心的跟我们说他的事儿，所以就是有一个 small talk， 比如说是今天天气，对，就今天天气很差，你是怎么打车过来的吗之类的，然后我们才进去下一步跟他说我们今天的内容是怎么做的，多用一点不同类型的问题，就是不要用 closed questions， 不要问他 yes or no questions。多问他一些 how、what、why 之类的 questions， 就能让他给我们一个更长的答案。好，应该就是差不多了吧。那好，我们演一次吧。好。你就先跟陈律在上面等我们。嗨，田先生。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是今天工厂的律师，我叫朱创意，你可以叫我朱律师。有一种莎士比亚那种戏剧的感觉。今天过来大雨吗？有没有堵车啊？没有，今天天气挺好的。是吗？我们刚才好像下大雨呢。刚才吗？是啊，你没看见吗？我以为是今天下雨。你们在演话剧吗？两个人在朗诵，就有华丽的音色，鼻腔的共鸣。他们自己也需要解压。其实这么聊一聊、闹一闹，心里也松弛了。好紧张啊！紧张。对。好吧，还没 small talk。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工程的办公室。这位是我们的梁律师，还有陈律师。您之前是联系过我们，是关于一起房产买卖的诉讼。我就怕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慢慢说，咱们都慢慢说。我倒几杯咖啡和水，然后让他选。也可以。OK。那咱们都坐这一片儿。哎。OK， 那个是高区啊，我找个律师下来接你。好，行，我让他来接你哈。好，拍一下。你们谁去接一下？我和春莹去。好，那个你电话记一下。陈律，钱总长什么样子？我认一下。一个小平头。就是寸头。个子中等个子。好。你带卡了吗？没带。
哎，好，哎，钱总你好，我是金田工程的实习生。钱总您好，我是金田工程的实习生朱戳莹，你可以叫我朱律师。好，咱们这边走。抱歉让你久等了。下来的是有一点慢。先走。咱们走吧。这边。这边。这边请。您过来一切都顺利吗？还行啊，路上堵吗？不堵。还好，这个时间点啊，早上的话会非常多，因为最近早上天天都下雨。钱总好像有一点点情绪。欢迎来到我们金田工程的办公室。这位是我们的实习生，讲话好可爱，他讲 Kimberly 太好笑了。对，天气比较好。对，上午在下雨。对，是雷暴雨呢。哦，陈律师，你好。欢迎欢迎，你坐这边。好。哎呀。今天我们这个3位小朋友给你主要汇报一下案情情况。是这个样子，就那个今年年初的话了，家里头准备换套房子。有一次呢，看到一个不错的，我提了一个价格2000万。当时中介说，为了显示出买方的诚意，还让我交个20万的这种意向金。那个意向金我是打给了他们的公司。然后后来中介说，可能房东那边价格还不松口，觉得这套房子谈的不顺利，我们继续再看其他的。我们在看另外一套房子的时候，那个中介也说他跟之前那个房子的房东认识，然后说也能跟房东联系。我说好呀。后来第2天那个中介就给我打电话了，我们现在都搬进去住了，是前2天家里头收到法院的传票，他不提我都还忘了，我还有20万在。第一个中介呢，我们要回来。哇塞，大致就这么点事儿。好的，谢谢你告诉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啊。但是我们有些小细节还是想要再了解一下，比如说就是这个定金协议，那当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解释里边的一些条款是什么意思啊？大致上说了一下，你要说具体条款的话，我们也不是专业的，也没有仔细看。反正就是中介 A 没有跟你解释清楚，确保你知道每个条款的意思，是吧？解释不解释的，当时我是觉得不重要的。我还有一个问题，签了这个合同24个月之内不能和其他人去订立任何的相关交易。关于这个条款，他有没有着重和你解释一下？你拿那条我看看。好。你给我个纸的吧，给我个纸的。给您圈出来了，不好意思，有点远。哪条？第8条。这就是陈律之前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对方律师都没提，咱们主动提，而且设置这种反驳的议案，会不会让委托人？这个当时没注意至少当时大家没有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敞开了说。好。但这个玩意儿，我觉得他说我跳单嘛，对吧？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你们这个法官那边会怎么认为这个行为的性质呢？跳单其实就是有3个构成要件，第一就是要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然后第2个条件呢，就是委托人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者是媒介服务。第3个就是委托人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但是呢，其实根据这3个要点，我们都可以去调整一下，到底这些要点是不是成立。要是其中1个不成立的话，那您的行为就不构成跳单了。好，但是我，我来补充一下。您先说吧，你先说吧啊。我想一想就是。我觉得我又不是他又没有给我谈下来，对吧？这也不是他把房东的信
信息给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促成交易的不是他。所以就是说，他提供的服务根本你就不能利用他所提供的东西去达成协议，那就是我们可以挑战您的行为根本不构成跳单的一个重要的理据。我概括一下。好，对您有利的事实就包括暗设房屋不是中介 A 独家委托，所以这个可以证明您是通过其他合法途道获知涉案房源的房源信息的。中介 A 也并未说服王某将房款降到您的要求数额，因此可以证明您和王某在中介 B 的居间下这样的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并没有利用中介 A 的任何条件或者是机会。我们给出的意见是建议您主张您的行为不构成跳单行为。对。如果您觉得这一个策略可行的话，我们建议您再提供一些证据，证明王某没有同意中介 A 提出的2000万的报价。我觉得这是证明这个没有跳单行为的一个关键证据。我不知道啊，我问问他。好。刚才2位律师都是从有利的角度给您各方面举证还有不利的地方吗？也稍微有一点，因为房源是中介最核心的信息点，它即便不是所谓的独家房源，但是你也是通过中介 A 去获取到这个房源，它可能会以这个角度来攻击你，说你还是利用了这个信息。你说的这个房源是他们的核心资源，这个我认可，但是有可能他们拿到的这个信息都不是一手的。对，是，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跟陈律之前办公室里说的是一模一样，没有把它理顺。其实，那如果对面提出，我们也可以稍微准备一些，比如这个房源在其他中介网站上的一些截图，咱们也可以保留一下。那我把地址给你们，你们看找找看吧。好，我们来负责找，你放心就好。好。关于您的那个所谓的意向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展开聊一下。一码归一码嘛，对吧？合同里头写的很清楚，这个不是中介费，连中介费都不是，意向金。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对方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抗辩，就是定金这个。我来在黑板上演示一下，好吧？给您讲得更清楚一点。哟，在黑板，我现在都不能直视黑板了。我要是陈律，这个下午过后，这层楼所有的黑板、白板、黄板全部会被撤掉。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这个定金的定，它在违约责任里面有一条专门的规定，如果您方构成违约，它这个定金是不予返还的，对面可能会拿出这一条来攻击我们，那怎么办？这20万是意向金啊，没说是定金啊。对，他这个所谓的定金协议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所谓的定，它不是这个定，而是在法律上有另一个解释，叫定金，预定的定，也就是所谓的意向金。这个定和这个定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定是作为担保合同生效来处罚的。而这2位呢也是有点急于想表现，然后呢跟客户去讲了大量的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法条是怎么写的。所以他现在占有我们所谓的定金或者说意向金他没有法律上依据，因此我们是有权邀请他返还的。没事，挺可爱的。我天哪，我看的客户聊呆了，委托人震惊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法律观点，你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法律观点我听不懂，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对。其实你现在就先别担心，因为我们都会在这边帮你。又气又好笑。就回应一下您刚才说该怎么样拿回这20万意向金，我们的建议是中介 A 起诉的时候，我们提出反诉，那就等于是法院就会直接判我不用支付，但是他得退我20万，对吧？反正我解释清楚一点吧，就是我们现在2个目的是吧？一个就是取回20万的意向金，另一个目的就是拒绝支付那笔佣金。那我们先说取回20万的意向金，就是刚才他们说了要反诉。拒
者佣金呢，就是因为是他们跟我们提出诉求，那我们这个应该是应诉。应诉的话，我们就要草拟一个叫做答辩状的东西，就是要在收到。Kimberly 是相对有实习的经验，跟人打交道的经验，整个表现的比较成熟和婉转。那句话特别重要，跟人打交道的经验。梁威是跟文本、跟符号、跟字打交道的经验多，跟人打交道的经验少。这是我能为你采取的一些具体的行动，但是最后要采取什么策略或者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当然决定权是在您手上。还有就是有什么突然想起来的证据，那个也是可以提交给我们，让我们分析一下。好，可以，就是你们需要什么也尽量详细的列一下，好吧？好。那个，等一下吧，你们3个先回吧。好。结束啦，我快要晕了。你们在里面真的讨论很热烈，他都站起来说。我比较热情。那个是不是要写那个会议的总结什么的？不知道啊，听陈律吧。是要猜了吗？要猜了，还是猜 Kim 会赢啊？我也觉得。其实肖阳也表现得非常好，但这场主要还是 Kim 在主战嘛，而且他来回的应答也是比较自然，大气啊，而且就像刚刚田姐说的，好像实习过就是完全不一样，就他善于跟人打交道啊，所以就是这有来有往的，非常的不失礼仪，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 Kim 就是像小明哥说的，了解了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需求。在去接委托人之前，他不是也在那个小黑板跟大家分享了他在港大的时候，老师教他们这个small talks 呀，这种以委托人觉得我们方式的舒服的一个程度为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我觉得他应该是把这些理论用于过实践，然后现在再搬过来，因为这套实践应该是非常，虽然我可能对律师这个行业真的很不熟悉。但是我从今天看这么多 V42来讲，我就觉得让委托人的一个感受真的是太重要了。肖阳说的话并不多，但他说的那几段吧，又舒服又清楚，迅速的把梁威当时介入进去的那种僵局一下就拉回来了。但是我有一种感觉，这一轮肖阳有一种主动的往后退。对，是的。我感觉他大概意思是在说，我反正分是有的，你们两位拼一下吧，我不要跟大家抢了，要不然会很麻烦。对，是的。其实我挺想听姐对于梁威的表现是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3人当中就是 Kim 是积极的，梁威是授课型的，然后另外一个男孩子相对退缩型的，就是这样一个证据。授课讲课那个型，授课型。他非常易把我在你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些观点要直接传达给你，而且以我的方式来传达给你。对，但是在这次的会见当中，我还是站女生的。就这个女生还是直击要点。我刚才换角度想了一下，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委托人。刚刚听老师讲了3种类型，我会觉得如果我都能找律师，我肯定遇到比较焦灼的事情，心情也肯定不是那么好啊，都遇到要很着急去解决的问题，我应该不大会接受授课型。我那儿脑子都乱着呢，一团麻。你老给我讲课，我的实际生活跟工作，我不需要，我不想知道这些知识。说得太对了。我觉得我会对授课型有抵触感。也要考虑
委托人他所处的环境，你要想想，他是拿2000万买了一套房，结果收到法院传票，他就觉得这一切都很浪费我时间，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跟你那，我都忘了你那事儿了，你现在还找我讨钱，所以他到这儿都很焦虑。我到这儿律师来干嘛？结果你来给我上了一课。然后还不停的貌似站在对方的律师在向我提问，而且他讲了一句，他说这些知识我听不懂。是的。章子会盖给谁呢？我们投票吧。觉得 Kim 在这儿能获得我们的 offer 原章的，请举手。哇，我们这次也太一致了吧！我们这次每轮都一样，都是全票。盖章。怎么现在就鼓掌了？你现在鼓掌代表是跟应该没问题，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是公布结果了，对吗？对，这最后一趴了。那公布完了就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点亮了，是吗？是的，是。而且谁会在这一个环节中被淘汰也揭晓了。走吧，1号会议室。现在？对，现在。你跟你老板说一下，让他去1号会议室。现在，好吧？你们都别先搬啊，都别急着下班，一会儿给你们课题3的考核结果。走吧，1号会议室。你们各自说说组里的情况吧，然后你们会把 KPI 给到谁？那我来说一下，因为我这个案例呢，这边没有一个起诉或者是一个诉讼对方的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给他们找了一个任务就是会见当事人以后呢，要把会见当事人的这个会面的纪要做一个完整的纪要给我。那交上来以后呢，黄凯记得呢，就感觉就是一本流水账我什么时候进去的，然后问了什么，然后他怎么答的，1、2、3写了，就也没分段，写了这么一大段，也就没有重点。反观这个许文婷呢，就相对明显简洁，然后重点突出，而且记的东西能够完整的反映他当时在会面的时候问的当事人的一些重点。然后今天上午正式向客户汇报，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缺点就是都显得比较拘谨，比较紧张。廖大哥，您先坐一会儿。怎么早来？不是像信使我说。那你们准备好就开始。好嘞，好嘞。但是有一个优点呢，其实无论是黄凯还是许文婷，都能对当事人临时问出的一些问题，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答复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许文婷呢，相对理解的多一点，可能基本能够脱稿跟这个当事人能够直接的交流，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那我说一下，我这组有3个人，肖阳、Kimberly 和2位。那么最终递上来的报告呢，第一反应我是觉得 Kimberly 的这份写的相对比较完整，然后还附了比较完备的跟案例相似的他查找到的案例。后来我就迅速的做出决定说，你们3个人需要团队协作，接下来在客户来的时候，以这份报告为基础向客户进行阐述。那么客户来了之后呢，我觉得现场见面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我预见的那么好，然后呢出现了抢话的情况。我来补充一下。您先说吧，你先说吧相对而言，肖阳比较淡然一些，他刚一开口，那边 Kimberly 或者2位一讲了，他马上就停下来了。2位呢也是有点急于想表现，邀请他返还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总体上他还是能够在这个整个场景的情境范围内的。在整个待人接物或者说跟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 ，Kimberly 是相对整个表现的比较成熟和婉转。那么面谈完毕以后呢，朱硕英和
两位分别向我发送了一份会议纪要，不错。然后到今天早上，朱崇英又进一步向我发送了一份后续拟了一封邮件，该怎么跟客户回复的邮件。很主动。对，很主动，好吧，我这里就这样。我觉得我那个决定是最难的。客观来讲的话，我觉得汪雨桐在整个的完成过程当中的话，是体现了他的法律功底的，而且他非常刻苦。课题布置下去的第2天，他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完整的内部汇报报告。写了一份那个分析报告，然后给您看一下。我怕，就是具体的大方向，我觉有点怕出错。好，好呀，行，那这样我先看一下。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这是他是花了很多心思的，真的好，这个女孩。但是因为这个课题是会见当事人，那么合同的一些名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沟通和交流。我会觉得他比较学院派，他一直在研究就是里面的条款和 possibility。你能不能给到客户信任感，以及在谈判磋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去为客户去争取？在这一方面，张雅琪展现出了一些律师应该有的表现。公司必须要在合同上写明确你的账号是叫什么名字，你的 UID 号是什么。对于这个违约金，你们要我们来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个100万太多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他在所有这1年多的直播里，他的收益都没有100万。就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会让当事人感觉是比较好，包括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他的整个的一个节奏的把握。所以说，在这个课题上面的话，我最后决定我那组的 KPI 会给。救命！我感觉 KPI 这个指标太恐怖了。准备收邮件，来了。是要发结果了吗？救命啊！不敢开啊。这怎么还不发？来了，你收到了？收到了。应该没收。是什么意思？哇，我们全对。King 获得 King 获得了，张雅琪获得了，我们全对，全票全中。汪雨桐和梁威是吗？是。我最后决定我那组的 KPI 会给张雅琪。王雨桐是。但问题是，现在只有2个0分了。雨桐和梁威，雨桐名字竟然在后面。哎呀，雨桐他。我可能要走了。梁威，那这2个人还要再进行最终 PK 吗？对，导师团应该会最后商议决定出1位。雨桐、梁威，1号会议室。刘律从来没有一个字儿多，
请查收邮件，1号会议室。哇塞，狙击枪一样。我的天，还是挺为他们担心的。太聪明了。我希望能加入一个就行了，别。哎呦，2个本科的同学。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规则，今天是有1位会提前结束实习，所以给你们俩最后的一次机会，就是告诉我们留下你的原因会是什么。哇，还给1次发言的机会，拉票，对呀，最后时间把握好。谁先来？这种时候最难，得说点什么呀？不知道，我说不出来。突然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成长，分享给我们，给我们一个留下你的理由。可能我的成长就是，从学生思维到律师思维的一个过渡，这个可能也是我在未来职业道路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杨辉。在前3次的课题里，我更偏向于个人的发挥，而忽视了团队的合作。往后的课题里会更加注重对拳击的把握以及和队友的合作。梁威最应该说雨桐那句话呀。那通过这几天的实习，现在怎么看待律师这个行业？我没有改变，我还是坚定的选择律师作为我的终身职业规划，我不会改变。我有一点怀疑。完了，这有变数。哎，你们觉得可能会让谁走？在雨桐说这句话之前，在你问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梁威，但是你问完我，就我之前也会设想压力会很大，然后强度会很大，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大，跟我的预想有一点差距。但我后续应该会调整，还是会坚持律师这条路。因为雨桐是我这一组的，我在这一刻我只想告诉雨桐，你非常的优秀。你刚才告诉我是说你在过去的几天的实习里面，你最大的感受是压力。但是作为一个代教律师，我更多的看到的是你的成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个课题，它只是因为我们今天整个评议机制的原因，导致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它绝对不是对你能力的否认。所以说我相信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硬汉柔情，真的洛律好好啊！我觉得洛律讲的我都要哭了，我都要哭了，我也是。眼泪，我感觉洛律自己都想哭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代教？我天哪！可能你对未来的一些职业的选择有一些怀疑。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去探寻自己真正想要追求什么的一个过程。一定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道课题的一个评分而忘记你当初的初心。字字珠玑，洛律就最典型的硬汉柔情型，长得非常的硬汉，也很严肃，但内心其实还是很温柔的一个人。我就是说一下，因为梁威在我这组里面，我就简单跟梁威说几句。在实习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你身上有进步和成长的地方。我觉得你有比较缜密的思维，能够在很多复杂的关系当中找到一些点，并且进行深入的挖掘。这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年轻律师在成长路上所必须具有的一些品质。但是
也要反过来说，这个优点同时也可能是成为你的不够好的地方。抓细节没有错，但是它是不是全案的关键点？我如果在找准了关键点的情况下，继续深究下去、挖下去，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不能抓了小放了大，是不是存在这个可能性？所以你自己要回去反思。那就请2位先回到座位等一下，我们还需要最后的合影。啊，好。你们还是挺和谐的，可能就不淘汰了，或者他们把网易言语直接转正了，我们还是8个实习生，我觉得可以。大家选哪个？大家猜呢？我觉得雨桐需要拖一把，但是2位需要摧毁一下，把它那个东西破了，它才能立。但那种摧毁是有毁灭的风险和几率的。但是如果涅槃重生，对啊，它也会很好的，我觉得。这个时刻，带教导师有多捍卫自己的学生，就成为决定性因素。哎呀，真的，哎呀。作为汪雨桐的代教律师，我想要为他来拉个票，争取一下2位的票。当然，2位也很优秀，但是我真的是看到从第一天汪雨桐来到今天，你不能够讲他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他在不断的努力去突破自己。所以说的话，我是感觉得到他未来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成长，我也相信他有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蜕变。2位更加，我觉得他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还是那么坚定，我就是要做律师的。所以如果可以看一下的话，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怎么？你不要那么神情严肃啊！好。2位，你先进去。雨桐，我跟你聊一聊。不会吧？你别往后退啊！雨桐是直接往后退。受惊的小兔子，你先回工位。哦。出结果没事。没有说，让我先回来。2位同学，经过本次合议，我们现在通知你，你从今天开始提前结束实习。作为汪雨桐的代教律师，我想要为他来拉个票，争取一下2位的票。我挺想留下汪雨桐的。就是一个刚刚走出象牙塔，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里的在校生，能够争取作为我们的实习生，我觉得这个已经就是一大步了啊。然后这段时间一直在看到他的这种努力。我的选择也是汪雨桐。在这个课题当中，通过你们俩的反馈，他非常有合作精神，我们非常看重有合作精神的人。因为毕竟那个办公室他们是听到了合作精神。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大部分点都证明雨桐还是有潜质的。所以我这票肯定是给汪雨桐的。我们希望你能够坚定律师的这条路线，我们也充分肯定你做律师的潜质和能力。祝你未来一切顺利。有机会，我们还希望在今天能够看到你。哎呀，我都不敢看啊！
你现在可以回到工位了。大家，我就先结束实习了，然后希望你们都能取得心动的 offer， 那我就先走了。哎呦我的妈呀！我先结束实习了，那你来替代我吧。好，拜拜。拜拜，拜拜。你们都站起来干嘛？是要为我送行吗？这是。真的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哎呀，太戳了。你先，咱们吃个饭吧。可以啊，可以。肖阳还是那个温暖的肖阳。去哪里吃就随便找一家。我有地方。真的，这真的是每个人的性格。肖阳说我们吃个饭吧，破冰。洪明浩踏实的说我来找。黄海一句话不说，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喂。我真没事。哎呀，太难过了，我天哪！而且两位还是第一个走进这个实习的实习生，他是第一个进来的。是的。我就觉得特别心疼他的一点就是，其实他那些对抗，他就是想赢，或者他害怕。这就是每个人人生必经的一个点吧。想吃啥？都可以。没事，这就一次实习，对，没事。你们多陪陪他。对。然后小伙子又不是生死离别，必须要成长啊！那么多优点的，肯定可以的。加油！
我们还是很期待未来在这个行业里面看到你的。不要哭鼻子啊！还有陈律，你的合同真的是有效的。这是特别大的一个优点，我觉得特别执着。Oh my god！ 他说最后一句还要说那个合同真的有效，这可能也是个优点吧。他这个劲儿要是用对了，以后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的。他太可爱了，天！谁也没想到在最后的时候。各位律师好，我叫梁威，毕业于苏州大学的法学专业。对于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说，我的学历和自我的能力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出众，我还是觉得先有一个平台，脚踏实地，先学点东西。好，刚刚公牌之后，我们就正式成为今天工程的一员了。我的这个分析报告是以3个层次来展开的。第一个是关于对方2个侵权的问题，总共有11项具体的著作权。我们究竟小安侵犯了哪一项权利？你们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明。男孩，挺帅的。你有没有什么小才艺之类的？我打架子鼓，平时打架子鼓。哦，打架子鼓，打架。你叫肖阳？哦，我叫肖阳。我英文名叫肖恩，我们俩是一个组合，你知道吗？小杨肖恩。靠你了，大哥。就交给你了，大哥，二哥。这个人居然跟我的观点一模一样，我居然是个小天才。如果今天工程并没有留给你实习的机会，你下一步人生规划是什么？因为我的终身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律师，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徐老师也哭了，那个我还挺感动的，就是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就挺崩溃的，我就没想到就是最后一趴能看得那么感动，就是我刚才那个感动程度，我觉得我平时看谈恋爱的节目都没有像刚才那种打动，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情感世界、亲情、爱情是另外一样。但是我觉得面对职业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刚才跟他特别共情，就是觉得有的时候职业在我们心里，就工作就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对，就是也可能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在生活中的挫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想在工作中找到一种，我不知道叫什么，明白，一种圆满，一种。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最后那个男生哭，我会那么的激动，我就觉得可能职业信仰吧。人生很多追求是有阶层，我特别理解田震老师说的话，就感情那些是上层建筑，但这个是一个底层的基石。这个要塌了都不知道怎么去找爱情，对，就有那种感觉。是的，是的，好可爱你。不是，我很纳闷，我怎么看到他刚才哭，我就有点绷不住了。我以前想象不到我会来参加一个职场节目，我也想象不到我会在一个职场节目上很激动。我居然没有发现你跟晶晶俩人在这，我的天哪！因为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就像，其实看恋综的时候会觉得我们都这么用力的爱一个人，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眼睛都但是你不知道原来有些事情是你也很用力的去爱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会觉得，我以为我是会在看到爱情
会特别激动。我没想到在一个职场节目我会这么激动，就是刚才真的是达到了一种。你清楚的知道，不要说这一次，未来再来多少次也动摇不了他这一点。是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你们自己。对，就是你在某一个阶段的自己。对对对，他一哭刚才就是个小孩儿，就是个小朋友。你们俩要是此时此刻就见到梁伟，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哎呦妈呀！别见了，要哭好久，抱头痛哭好久。可能我们仨都一块哭好久，徐老师也哭了。对啊，徐老师，我也哭了。对，就是，其实也是那个点触动我了。就是像小明哥说的，我看到了他当年的那个我，就当年那个很赤诚，然后为了自己的法律信仰，就聚焦于某个点的那种执着。就即使离开了，我还要跟你表达一下我最后的观点，就是那种坚持跟执拗，我是那一点很打动我的。然后我也希望，如果我有机会看到他的话，就是呀，因为我觉得特别打动的是，你说他的人生，他才20多岁，我现在都35、6岁了，就是他才20多岁，他就能坚定的说这是他的终身规划，就觉得那个多坚定。我觉得一个人的坚定让我特别感动。说实话，之前他无论是在辩论环节还是在这一次，无论看到他有多么就是特别挥洒自如，但实际上我们内心为他纠结的时刻，我们只是为他揪心，但我们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觉得他的那些行为有，比如说我们开始甚至有些负面情感或负面情绪，真的没有。我们是为他揪心，想让他赶紧走到另外那条道上。我后来一直在想，背后支撑的就是这种赤子之心。就赤诚，因为我知道他对事不对人，我知道他只是淤在他那个信仰上，那个信的那个点上。梁威，你如果有一天有了一个敏锐的、准确的法感，再加上这份坚持和执着的赤子之心，无论你到多少岁都不要丢弃。我们现场很多观察团的朋友在哭，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们想到那21、22岁自己也有，但是过了某条线，经过了某些事儿，然后回头再看，我们不敢那么坚定地说，我们还有那颗赤子之心。我们有时候称之它为成熟，但也许是某些我们特别宝贵、珍惜的品质在离我们而去。你身上有那些我们最向往和曾经坚持过的东西，你一定把它保持住。赤子之心眼里的火焰永远不要熄灭。然后你让你的法感，像小明哥上次说的，再多一点，那种法感再准一点，不可限量。所以我看好你。当然，在我们送别完了梁威，也给予了梁威寄语之后，我觉得是时候要点亮我们的充能之路了。全票4个全票，然后4发全中，感谢我们这一次加油团推理成功，为我们自己鼓掌。接下来我们要选出一位嘉宾，点亮我们今天的充能之路。今天谁来？甜甜，别。不行，我哭的已经不能去点亮了。不，我一定要。我妆花成这样，我一定要你，金老师。金老师，那就不推辞了吧。金老师，点亮充能之路了。耶！金老师。那接下来，下面一起进入今天的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让我们倒计时3、2、1，然后点亮本届的第2站充能之路。3、2、1，优雅，金老师优雅，好优雅，梨花带雨，但是也是优雅极了，美极了。在这一次见委托人的案件考核当中呢，我们非常遗憾地送别了实习生梁威，但我们最后的那一轮的探讨，我相信梁威看完之后也会知道，这也许是他接下来蜕变和成长最重要的时刻。击碎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坏事，在某些时刻是重生的开始。那接下来我们也要恭喜王毅言语，恭喜朱臭银、张雅琪还有许文婷4位实习生在考核当中胜出，他们的表现让我们加油团都十分惊喜。4位女孩，恭喜你们！那目前，我天哪，踢馆新人王毅言语 KPI 排名第1，还要提醒汪雨桐注意的是，你是现在唯一仅存的最后一个0分的同学了，好好再见。在接下来的课题当中，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遇到什么样的委托人，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各位的陪伴和观看，下期再见，拜拜。
实习生们前往了中国香港，展开了一场游学之旅，然后也开启了我们课题5。第5个课题，香港的模拟法庭。这一次遵循的是中国香港的模拟法庭的规则，以全英文出战。我们8位实习生呢，将会有2位出战香港的模拟法庭。It's my honor to apply for this position. Graduated from a university. I have been studying Very familiar with I have enough patience I will and also care pay attention to the outcome of this competition. So by choosing me, you are not choosing someone to replace you. I know how to win for us.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我们这次的课题是一个团队战，出战香港的模拟法庭。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当你把这个竞争关系，我觉得看得太重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一些偏执。所以我的一个惯常的做法呢，就是在面临必须要的竞争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淡化竞争的这个部分，化敌为友，更多的把它当成我的一个伙伴。在人生的这个轨道上，你一定是比之前的自己更强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收获的会更多，你接下来会收获遇到更好的机会和挑战。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竞争和合作和机会和挑战当中，慢慢的，其实我们就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我觉得现在的职场竞争不再是那种你死我活，而是更高纬度的竞争与合作。在职场中，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跟强者学习，近距离的观察他们身上有哪些可取之处，把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融到自己的工作中去，甚至呢加入到这些强者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来共事。这样就可以把竞争关系变成共赢关系。找对手呢，大家可以采用这个+1原则，比如工龄比自己大1年的，级别比自己高1级的，业绩好10%的，因为双方的经验、认知和背景都差不多，更容易理解彼此，追赶起来也更快。你在竞争中就更容易去获得成果，得到一个正向反馈，这样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积极的循环，越做越好。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offer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翼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